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何孟华议员、黄伟汉先生、郑正前委员、叶元之委员、陈婉慧委员。川普啊，得意了哈，到以色列国会去演讲，到埃及去主持这个高峰会啊，在国会呢说战争结束了 ，it's over 啊，结束了啊，我的功劳啊，他们那个要讨论那个停战和平协议，叫川普和平协议。名字放进去，照理应该是以哈啦、东之类，对不对？川普停战协议啊，他到以色列喊说，中东迎来新曙光，机场给他铺红地毯，哦，海滩还排字，英雄式的欢迎他哦。那50万人哦聚集在那个广场呢，喊哦，这个谢谢川普哦，好得意啊。然后呢，他现在的协议大概就是，反正就是加沙走廊嘛，在这个是停战区啊。是一个停战的区域啊，不过以色列还占有起码1半以上的加沙的土地，虽然他说他没有啊。那另外呢，川普说很多钱会涌入加沙重建，这个川普以前就讲啊，这地中海这旁边将来要变成一个度假胜地哈。那另外呢，但是美国又默许哈马斯到街头掌权，而且杀掉33个人，因为呢，就是说。巴勒斯坦哈马斯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执政党啊，他是执政那边，他不是说靠游击队，他是选出来的哦。那现在要求他以后呢，不能有任何的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街头很乱啊，打完仗你们一听一塌糊涂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弱肉强食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也要抢，那个也抢啊，所以还需要维持治安呢。那谁来维持呢？谁来维持？还是叫哈马斯来维持？所以川普自己讲啊，他说我默许的。那不让他维持怎么办呢？不是更糟吗？那你现在默许让他回街头，将来会不会又尾大不掉呢？他要一直干下去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以色列人只曝光2年的囚禁生活，说被迫要陪他们打牌，还要被迫做饭，结婚纪念日呢要他们洗澡做纪念，这奇奇怪怪的事情了哈。那另外呢，川普登到《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说 His Triumph， 他的胜利啊。说是任内重要的成就，应该是的确是这个不以人废言的确是哈。那另外呢，连拜登，因为他前阵还传出来说是因为射护腺癌啊，这个开刀末期哈，拜登还发文说大的专美川普，说他为和平努力是有贡献的。克林顿，这都是民主党克林顿也说川普功不可没在这点上哈。那 CNN 说呢，川普想要赦免纳坦雅胡，因为他有贪污案嘛。以色列民众不肯打仗归打仗这个法律归法律，贪污归贪污那另外呢，川普又想跟伊朗谈和，所以你看看加沙和啦，那伊朗应该和啦，那中东就和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要复制以他的施压促和，然后呢，俄乌谈判那这是哈马斯本来是不肯的啦，我们上次也讨论过，要他解除武装啊，抛弃权力啊，但是因为他旁边的什么埃及啊、卡达啦。还有土耳其都逼迫他，所以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将来我就不让你，到时候以色列打你，你要四处流窜，我就不袒护你了，不保护你，不准你进来。所以呢，哈马斯这是被迫没有办法接受谈和，但是能谈多久，能够和多久不知道。我们看一下。This man is a good man right here. Hey, I have an idea, Mr. President. Why don't you give him a pardon?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打破外交禁忌，向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求情，希望他特赦深陷3起贪污官司的总理纳坦雅胡。但 CNN 报道，众多以国人民谴责纳坦雅胡为了挽救政治生涯，故意延长加沙战争，特赦他的想法恐怕并不受到欢迎。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上百个家庭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得以团聚。川普也在埃及的和平峰会上再度高调宣布，中东终于迎来和平。This is a monument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beyond the Middle East. 这场峰会也首度签下川普和平协议。中东各国除了坚定支持川普的努力，也决心消除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及承诺透过外交和谈判解决未来争端。也欢迎在加萨建立、全面持久和和平方面取得的进展。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巴林、阿联酋、土耳其和卡达都承诺出动部队，协助在加萨地区建立过渡期安全机制。法国总统马克宏称赞川普的和平协议是决定性的里程碑，就连川普的宿敌美国前总统拜登也在社群po文赞扬川普。
在结束中东一日游的和平之旅，川普也随即启程光荣回国。来，老沈，川普说来说去啊，是全世界最大号的房地产中介商跟交易家。你看他这耍来耍去啊，就是你看他说他已经中介6、7场、8场的战争停火了啊，所以现在你看8个月8场，这个加沙走廊停火，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他损失不多他死的人不多他的俘虏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但是呢，犹太人的命是比巴勒斯坦人的命高贵好几倍，所以这些人一旦释放，你看犹太人多高兴啊，真的很高兴。他们忘了纳坦雅胡只是说我们感谢川普总统，所以这个事让你想起来真的是万叹啊。因为你看大家都讲和平诺贝尔和平奖，当年诺贝尔设立这个奖金的原意就是说我发明了火药，死了多少人，这于心有愧，所以我死后这些金钱啊，就是要设一个和平奖来多少弥补我的遗憾。那其他的医学奖、化学奖、物理奖都有道理，有一个很没有道理的奖是什么？你知道吗？经济奖。经济奖是后来补上去的，经济奖最没有学问，因为这次是说什么创新的风险跟开发对经济的影响，破坏性的创新对，这个是后知后觉，而且以前已经颁过一次了，这些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但是我觉得因川普而死的人有多少？因川普而被释放的战俘有多少啊？现在大家都忘掉了 ，everything 都忘掉了，就好像我找一个小孩，我虐待他半死，然后送他去福建啊，然后这个小孩子活下来了，而且看来也不错的。现在再去感谢我福建这个小孩，忘掉我如何虐待这个小孩，这些我告不得力。所以你回头想，这个赖清德的国宪文告里头有讲，你来处理台海，如果你能够让老共不打台湾的话，你这个才是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讲这段话，你们大家想想看，我们蓝营的朋友想想看，你们很多人都批评他，这是在挖苦川普，让川普没有面子。其实里头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台海的和平，比起这些，台海的和平其实全世界的和平的重中之重。他能够达到了不起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不反对他见习近平要谈台湾问题，但是你要强调如何得来台海的和平，要讲得比郝龙斌好，这才有用啊！所以我刚刚世界上政治不能惹，你看惹了，像你最近很勇敢，因为没有你这样出手，党国频现空前的危机。你忍无可忍，奋力一搏，所以虽然你看蓝的也修理你部分蓝的啦那红的没有话讲，那绿的我刚刚才跟孟话讲，我说你们绿的要开朗一点，要见人家做的对的事情，要给人家鼓励一下，不要这样酸言酸语。他说他会回去转告，所以你牺牲这么大这个是最后剩下3天了。我认为现在他们的做法是说没有证据，郑丽文没有证据，那个老共党中央没有证据，有证据了还得了？有证据不是这个局面了那这个又不是法律案，又不是上法庭，柯文哲搞了1、2年了，都还没有证据，这个事情怎么会有证据？这个事情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氛围，是一种痕迹，是一种脉络。我跟你讲，你们国民党人让你们不晓得里头你们的红的问题有多大吗？民进党当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民进党是相对没有这个问题。你们这个问题我觉得老赵其实以前我跟他讲话，他也不愿意掀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也是能忍就忍嘛，因为这个问题谁先谁倒霉嘛。但是这个红统的问题，国民党里头千丝万缕，那跟老共交流我没有意见，但是因为私人的非法的或是难以言宣的理由而去跟老共眉来眼去的，这个不处理，我告诉你，不管谁当党主席国民党永远没法执政。王慧，
我觉得这个川普，刚刚这个大佬特别提到这个诺贝尔奖，看起来今年是不太可能啦哈。虽然他觉得这个已经颁了，对，因为这个评的是去年嘛哈，所以可能明年会有一点机会啦。那这个打了2年的这个以阿战争哦，我看这个当然这个在这个加萨这个地方，民众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哦。那以色列这一边就是被压的人质，现在大概有20位左右嘛哈，就是希望这个哈马斯这边可以做一个相关的释放哦。我想战争有一个停止，对于两边的民众来说，都是心头放下了很大一块石头啦。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哦，这个川普哦，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议会上面哦，他这个一走进去哦，大概应该有个上百秒吧，大家一直这个起立鼓掌啊，然后包含这个到这个，我看他们的官员还这个到了这个以色列的人质的家中，然后呢去特别打电话给川普，然后让这些所有的被释放人质的家属呢来为这个川普的来这个鼓掌啊，然后来感谢他。我觉得川普一定觉得这一次是他很大的一个功劳了哈。那虽然刚刚这个民主党的几位这个大前辈也都出来哦，这个感谢这个川普，但是我觉得要看的是说，在这个重建上面，我觉得困难还是非常的多哦，因为这个哈马斯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就是如这个协议哦，就是他接下来的相关的一个重建，加沙地区这个重建，我看到那个镜头哦，带回到加沙这个地方，它几乎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就4/5的房子几乎都已经是倒了，所以它的整个重建，我想是需要花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还有它的过渡时期的相关的治理，我觉得也是大家接下来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再回来，我谈过公。好，川普扬言要加征中国100%的关税哈，所以前2天这个股市大跌啊，昨天他就说，哎呀，习近平是好人，只是心里啊心里不太高兴哈。然后呢，我不是要这个害他，我是要帮助他，又涨了哈。然后今天盘后美股盘后又跌了，所以台股今天原来涨了400-500点，后来因为美股盘后跌，也跟着跌了100多点哈。中国外交部说还要加我100%关税，美方没有反攻自省。都不自己检讨自己在干些什么啊？那现在呢？因为美国要征中国的港口税，所以中国现在要征美国的港口税啊。那大陆海关总署说，希望美国重回对话协商哦，他们也不需要你杀我，我杀你了哈。那大家原来想说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跟习近平要在韩国见面，是不是破局了？财政部长说没有破局，说我们已经缓和了局势了。所以10月底，南韩呢，在这个 APEC 的时候呢，还会举行高峰会啊。那另外呢，中国打稀土牌，因为美国为什么涨到100%，就是中国打稀土牌嘛。哦，所以呢，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错误的算计，他可能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不好，所以呢，限制战略物资出口，取得谈判筹码。第二个呢，中美在全世界对立。哦，第3个呢？中国呢要在这个地方跟川普，然后呢跟习近平的会晤施压，想要影响川习会啊。那大陆商务部是说，我们中美昨天才进行工作层次的会谈，怎么今天你就要报复呢？不能边打边恐吓啊！谈我们就好好谈嘛，大家开诚布公不要在这时候呢搞这个威胁的动作啊。那另外呢，这个媒体是说美国跟中国重新站上贸易战的悬崖边缘。大陆媒体说，我们还留着后招没出，我们还有招啊，我们不是只有稀土这一招啊，我们招还有很多啊。那高盛是说，美中关税休战可能会延长啊，为什么呢？主要是双边会谈在韩国呢，要争取筹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打仗先停，停，现在先暂停，谈了以后再说。我们看一下。美中关税战打得火热，也从陆地打到海上。10月14号这天，美中互课征港口费上路，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色彩。那么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必要的、
被动防御行为。大陆业内预估，船只到美国平均每柜运费将上涨台币3万元，而且美方不只针对货船，只要是中国拥有、营运、建造的船，通通要收费。大陆也回敬，只要与美国相关的船舶，每吨加征台币1727元左右，逐年调高至4835元。现在川普左手狂出拳，右手又不断释出想和习近平见面。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this may have been, from a lower level official. The Chinese system is quite brittle, so this may not have come from Xi Jinping himself. This may have come, from a Chinese hardliner.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福斯访问表示，尽管近期美中贸易紧张急剧升高，但他相信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的双边会晤会如期举行。另外，川普威胁在11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100%的关税。贝森特说，这个100%的关税不一定会发生。来我看。其实我们观众朋友对美中台的那个核心利益可能立场不太一样，有人觉得说，我是在美国那一边的，我看中国大陆这样做，他会惨哦；有人是在中国大陆那一边的，美国有什么牌？好，但是你把你的喜好先抛开以后，就发现一切都非常合理。10月底马上要在庆州 APEC 会有一个场边峰会，在见面之前，什么东西都先推出来。如果我连见面之前都没有让你一点害怕，或让你有一点点东西要跟我谈，那见面的时候我怎么争取到更多？所以当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借助稀土，观众朋友，核心还在于稀土啊。好，包含这个生产跟提炼90%就在中国大陆。所以问题一，美国需不需要稀土？它需要。问题二，需不需要高阶锂电池？98%，它需要。所以呢，川普当然是他的动手本来就很大嘛。你告诉我不给要管制稀土的当天，他就当下出售了，讲说，那我给你100%的关税。第二天，副总统范斯又跑出来跟大家讲了，没有啦，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谈。然后说不要见面了，好，10月底不见面。其实啦，观众朋友，就算10月底不见面，之后还会有机会见面，对不对？所以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嘛。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因为马上要谈判了，我倒觉得谈判之前两边的动作剑拔弩张，这个东西是可预期的。那也因为剑拔弩张，你那边稀土，我这边100%关税。见完面之后，事情才可以获得处理嘛。今年为什么川普没有给台湾的那个军援？也就是因为他跟习近平还没有见面。为什么这个赖清德总统不能过境纽约？也因为他跟习近平还没见面嘛。所以这个国际上面的谈判是非常合理的。我补一下刚刚前面那一题川普去这个就是加萨和平峰会这件事情，显然受到这个各方，包含美国不同政党以及世界各国领袖，法国马克龙都肯定他。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肯定他，因为肯定他。其一，加萨走廊的问题解决，再来乌俄战争的问题解决，第三就是刚刚大佬所讲的两岸问题可不可以解决？郝龙斌今天讲说，台湾不独，大陆不武，简单讲就是不要打仗嘛，降低发生战争的风险，或阻止已经发生中的战争。那这样他当然，川普要的是明年的和平奖啊，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哈。诺贝尔和平奖的截止收件日是1月31号，现在是10月。如果在明年1月之前还有一个俄乌战争有个初步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他明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把两岸的台海的那个至少让台海不要发生战争，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嘛。所以鼓励川普做这个事情，他看来也非常热衷这个事情，就鼓励他让世界各地的这个发生战争的风险降低，已经在战争中的战争赶快结束。来，孟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像美中之间目前的状况，就跟其实刚刚伟汉哥讲了，因为川习会马上在即嘛，大家绝对呢是要把自己的声势壮起来，就跟如果双方大家平常有一个例，就出车祸的时候，你下车了，绝对你不可能先示弱，你绝对是要先是说自己多么的正确，多么的正确。我觉得现在美中也进入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各方都把自己的牌拿出来，筹码拿出来了。像是美国呢，当然就说要加100%的关税，那中国呢就说那稀土的部分呢，他们呢也不会让步。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喊话的过程中，看起来好像就是又要到一个完全两方无法对话的状况之下，好像又忽然降温了。我们看到，其实像美国财务长他就出来呢，好像给了一个台阶下。那其实中国也是有接这个球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商务部呢，在12号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声明呢，也没有很具体针对那个100%美国关税的威胁来提任何报复的措施，他们是没有特别提的，而反而是承诺呢，说他们要用审慎而适度的方式来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发现，中国其
其实也没有继续呢，看到美国有台阶下之后没有继续追上去了呢，可以是他们的舆论也有管制，也没有针对说呢，美国要来提这个11月1号之后的100%的关税，有很多国内的新闻啊，疯狂的炒这件事情，就是让国内的舆论也降温。所以我觉得在双方呢，其实在知道说还是希望呢可以让川习会来顺利的进行，真的进行之后，什么双方都好谈嘛。但喊之前呢，你必须胆小鬼游戏要玩下去，话要喊出来。但是呢，也一方呢也影响到，例如说川普现在大家都说他是国际级炒股嘛，他这样子一喊说100%关税，那稀土的问题的时候啊，股市现在忽然狂降。那川普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些降温的作为？那其实中国他们当然也不希望川习会破局，所以呢，双方都各有台阶下的状况了。我们看到这个游戏还是在一个平衡点啦，然后跟现在川普其实对中国的态度都一直是这样，话喊得很大声。那到后来呢，他就会想说，好，在内部可能有一些沟通的管道，然后找台阶下。那中方呢，也许有接球了。那我们目前呢，还是真的是观察说，川习会见面了之后谈些什么？我觉得相关的关税之争呢，才有办法来看下一步怎么走。而且我觉得川普很密切的注意股市，这样讲一个话，股市跌了，赶快再补救一下哈，因为他自己商人，他大概也有不少股票哈。来，郑健兄，我觉得川普他的强硬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姿态啦哈。那贝森特他来做一个澄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表示。那中方的一个反制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信号。那10月底在整个川习会之前的时候，大家都先丢更多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出来，所以大家都把一些硬的话先丢出来。可是事实上呢，你又发现他没有破哈，因为其实我觉得美中双方他们都想要维持一个谈判的一个主导权，然后他们也希望去控制整个冲突的一个节奏。所以当美国这边说要100%关税的时候呢，那贝森特出来就解释说，其实不会做执行。可是呢，中方这边的时候，他也特别去针对稀土，美国这边在使用的时候，就说如果说你有0.1%用到这稀土的时候呢，那中方他要行使长臂管辖权这部分，所以其实大家就彼此在交手，高手在交锋的时候，那我觉得以这种状态来讲的时候呢，我觉得在10月底的时候，当整个川习他们开完会之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共识，会有个聚焦，然后后续就会达到一个大家彼此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点。那目前大家都不断的在丢筹码出来，希望把自己谈判的一个姿态把它给拉高。不过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以目前来说的时候，川普在释放出很高的一个姿态，那贝森特的时候他在拉。然后中方的时候呢，他也丢出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时候呢，我觉得川习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看他10月底的时候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看起来他们谈判也是黑脸白脸，白脸黑脸，好话软话软话硬话，这交互运用了哈。来，这个叶委员言之，就是大国竞争就斗而不破了。我相信美中也不想撕破脸，因为像他们收那个什么特别港务费啊。美国要对中国大陆收，中国大陆要对美国收，其实对两边的那个成本都会提高很多，而且会打乱整个全世界的海运的市场。我相信他们不会想要这样。然后另外，中国大陆就是掌控稀土嘛，它这一次稀土的出口的管制还包括就是出口给一些军事用途的那个，比如说飞机啊或导弹之类的。那这个部分对欧洲也影响很大，因为欧洲现在也在生产武器嘛，然后要去支援乌克兰。那有人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对于就是欧洲的不爽啊，因为欧盟现在也针对他们的电动车嘛有增加关税，所以两边现在都是在提高筹码啊，美国也是，然后中国大陆也是，但是双方也都不想要真的走到那一步，因为对两边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互相在校正啊，然后之后再谈判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国之间竞争的，就是这样的运作方式，所以。像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台湾啊，就是我们在跟美国在谈的时候，是不是要这么的把我们的筹码全部奉献出去？像之前赖总统还讲说，什么半导体生态链啊，这个美国赚了80%，台湾可以帮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我们鼓励台积电去投资，我们好像就是无条件的奉献。我觉得这个其实美中的竞争，赖总统应该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哦，赖清德要讲的不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要让台湾再次伟大。你是我们的总统，你的目标让台湾、让中华民国再次伟大，才是你的施政的目标嘛？休息一下再回来。